最近索尼最新的串流掌机 PSP， 好多 UP 主都已经拿到手了。我看了一些测评，都在反馈说延迟比较大。那么来蹭一波索尼的热度，带大家体验一款几乎没有延迟的串流掌机。它是来自 Peekdo 的，使用了毫米波技术的掌机。乍一看它跟 Switch 长得很像，对不对？首先声明一下，我个人对于串流的需求不大，也没有什么使用场景。我更喜欢本身带有一定算力的便携移动设备。本期视频只是带大家体验一下这款产品，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结合使用场景做一个参考。这款掌机本质上是一块7英寸的便携屏幕，整体来说欠缺了设计感与游戏感。比较特殊的是，这块屏幕后边有一块毫米波接收天线，可以用于接收视频画面。另外，它还需要搭配一只发射器，发射器形状像一只大号 U 盘，插口使用了 HDMI 接口，插到游戏主机或是 PC 上，用电脑自带的 A 口给它供电，即可以直接把画面传输到这块屏幕上。使用方法比较简单，这块屏幕上方拥有开机键、菜单键、调节键，操作逻辑与菜单界面都有点类似于显示器。在这里可以直接调节屏幕色彩与色温等。另外，先按减号键可以触发音量调节，先按加号键可以触发亮度调节，挺方便的。右侧接口有 3.5毫米音频接口，用于充电的 C 口，用于视频输入的 C 口，以及一个 mini HDMI 接口。也就是说，这块屏幕平时还可以通过有线输入的方式来使用，但是有线的使用场景应该是不多的。另外，这块屏幕内置有主动散热模组和7000毫安时电池，官方数据可以续航3.5小时以上，实际使用下来，电池续航长短基本取决于屏幕亮度和接收器与发射器之间的距离。我在最高亮度下，距离发射器比较近的位置，剩余电量50%拍测评视频，1个小时大概使用了30%左右的电量，这样算下来，确实至少能有3个多小时的续航。总之，跟2个小时都难以达到了 Windows 掌机相比，还是比较不错的。另外，它在低电量下的充电功率可以达到16瓦左右，粗略计算充满大概需要2个小时左右。风扇转速可以在菜单中进行调节，100%转速噪音在38分贝左右，50%转速噪音在35分贝左右。不过开50%风扇的话，其实会有一定温度。好在手柄为分体设计，不会有发热情况。另外提醒一下，在使用过程中，这个发射器的温度还是挺高的，会有一点烫手。另一个特殊的地方在于，这块屏幕两侧配有 Joy-Con 手柄滑轨，可以装配 NS 手柄，或是适配了 NS 的第三方分体手柄，以及各种支持蓝牙连接的拉伸手柄。这样一来，搭配上 Joy-Con 手柄的接收器，它就变成了一台掌机。值得好评的是，手柄装到这块屏幕上就可以直接供电，解决了 Joy-Con 手柄的充电问题。屏幕素质方面，这是一块7英寸 1080p 分辨率、60赫兹刷新率 IPS 触摸屏，屏幕亮度在400尼特左右，在4000分1快门下可以看到全亮度无频闪，对眼睛比较友好。色域表现方面，大家可以暂停查看一下。默认状态下有些偏蓝，不过我们可以在菜单中随意调节，整体素质还算可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与 ROG 掌机的对比。音质表现方面，它的扬声器位置位于机身底部两侧，实际音质表现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下面我们来测试一下这款掌机核心功能的表现，也就是延迟情况。在操作菜单时是真的感受不到什么延迟。通过慢速回放可以看出有一点点延迟存在。通过拍摄秒表可以看出，掌机画面延迟大概在36毫秒左右。而从按下按键到掌机上触发动作，这个完整的输入延迟大概在这点延迟是完全不会影响游玩的，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死亡细胞的操控。对于传输距离，我也做了一些测试，从客厅到我的床上是没有问题的，大家可以看一下。但是，一旦我转个身，就会断开连接。有
由此可见，毫米波对于无遮挡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另外，在游玩过程中，手是不可以去遮挡背部这块天线区域的，不然也会影响信号输入。比如放在桌面上，画面或者声音就会有异常情况出现。另外，这款掌机的使用距离不仅受限于毫米波对于画面的传输，也受限于手柄信号的传输。如果离得再远一些，画面可能还是可以传输过来，但是手柄就不一定了。下面我们来聊一聊这款毫米波掌机的使用场景与购买建议。首先，这款掌机是不可以外出使用的，也不能通过互联网实现远程串流，因为它本身并没有算力，也没有系统，只能充当显示设备与手柄设备。所以你要考虑一下自己的使用场景，在家中你是否需要这样一部掌机，将主机或是电脑游戏捧在手中游玩。对于电脑游戏来说，毫米波掌机都可以正常运行。对于主机设备，目前它支持 PS3 与 PS4， 但是对于 PS5 来说，它可以正常运行 PS5 上的 PS4 游戏。但是 PS5 游戏手柄控制方面暂时未解决，只能输出视频画面。对于 Xbox 来说也是一样的情况，不过它是支持 Switch 的，只是 Switch 本身就有掌机模式，好像也没啥必要。对比 Windows 掌机，它的优势在于380多克的重量，相对较小的体积，相对来说长一些的续航。最主要的是它可以借助家里电脑的算力，在掌机上实现超高画质60帧的游戏表现，并且续航还尚可接受。如果你是掌机爱好者，想要在掌机上有高画质的游戏体验，那么毫米波掌机可以胜任。相比手机串流，它有着更低的延迟、更大的屏幕，但是对于无遮挡的要求也要更高一些。当然，它的价格也足够你买下一整套 Switch 了，兄弟们可以自己考量一下。最后，对于手柄的选择，如果选择了 Switch 系的分体式手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扳机是非线性的，在游玩一些 FPS 游戏或是赛车游戏时可能会有点不爽。不过你也可以找一找市面上支持蓝牙连接的拉伸手柄来搭配这块屏幕，但侧边带 C 口的拉伸手柄是无法装配的，大家在选择手柄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下。好了，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喜欢的朋友记得支持一下，记得关注我，我是峰峰，我们下个视频再见。